缅甸70余年内战，联邦灾难不断，人民水深火热，缅军为罪魁祸首。21年军人政变以后，全民声讨，举国反抗，缅军早已成为人民公敌，路人皆知，而缅军不自知。这是果敢同盟军近期与缅军在腊戌方向开战后发的讨逆檄文。文章同时指出，自去年同盟三兄弟发起1027行动，剿灭4大家族电诈分子之后，按照12月中下旬的战场形势，能一举攻克腊戌、木结两地，但同盟联军恪守停火协议的约定，才一直保持和谈解决双方分歧。没想到敏昂莱武装刚从惨败中喘过气来，故伎重演又开战端，完全无视中方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主导，严重违背与3家兄弟同盟组织达成的海埂共识。不但将先前被同盟军在老街俘获后释放的残军败将重新整编武装，还从泰国方面大量走私无人机武装自己打破地区和平，空袭炮击明地无所控区的部队和民众，一再挑衅并违反停火协议。如果敏昂莱继续盲目自大，罔顾政变军颓废之时，扩大内战，背义于国家和民族，无异于自取灭亡。当下缅甸的局势真可以说是18路诸侯讨董卓了。除了同盟军之外，包括德昂军、若开军、克伦军、克钦军、亲兄弟会、博欧民族解放军、人民保卫军等都在各地起事反抗缅军独裁。敏昂莱可以说是自顾不暇，除了仰光、内比都、曼德勒3大城市所在的省有零星的袭击，东南西北都已经战火连天。而在近期德昂联军发起的缅北战事中，靠近曼德勒的马德亚区也传来重大消息，曼德勒人民保卫军攻克1014防空营基地在内的8个缅军据点，64名缅军被俘，并缴获了大批武器。缅军在马德亚的形势不容乐观，马德亚地处曼德勒郊区，战略位置十分关键，如果这里被联军拿下，就能与缅北的摩古、角梅等地形成犄角之势，直接绕开缅军军事重镇梅莫，威胁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同时也能让缅北的缅军腹背受敌。当然，目前德安军仍然继续在角梅、瑙丘、摩古对缅军残余的几个营地进行围剿，由于缅军采取空袭和龟缩策略，所以进展比较缓慢。与此同时，网上传出一则十分雷人的消息，缅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缅军及其盟友博欧民团组织试图贿赂北善邦军和瓦联军，开出6亿缅元，以阻止佤邦向各大明第5出售武器。该消息人士还透露说，会议是在善邦南部博欧自治区和榜镇区蒙平村一带附近的巴里亚村举行的。缅军高级官员并没有直接参与谈判，都是营1级代表。瓦联军和北善邦军在会议上拒绝了缅军的最初提议后，缅军现在正在准备第2轮会议。他们认为第一次拒绝是由于资金不足，为了获得6亿缅元的贿赂，缅军及其盟友博欧民团组织以各种借口向西圣和槟朗镇区几个村庄的公众筹集资金。河榜现在也开始了基金募集工作，目标是筹集10亿缅元，要求每个家庭贡献3万缅元。当地居民担心，如果瓦联军方面再次拒绝这个提议，这些资金可能会被缅军高级官员挪用。先不说这个消息可靠性，就算真的有会谈，瓦联军会答应吗？首先，鲍有祥会在乎这区6亿缅元吗？按照目前的汇率，也不到100万人民币。缅军也把佤邦看得太低了吧？缅甸军人集团半个世纪内战，已经消耗缅甸原本能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量财富，搞得民不聊生。佤邦和果敢地区的民众平时通过腊戌去下缅甸都要收过路费，但是路是一点没修过。与眼前利益相比，相信佤邦更看重长期发展。你现在把腊戌方向道路一封了之，不但切断了果敢老百姓的生计，同时也阻碍了佤邦的贸易。其次，果敢同盟军本身就没有制造枪弹的能力嘛。如果看过88事件后对白所成采访的纪录片，就知道当时缅军是以果敢私自造枪弹为由向同盟军发难的。多年过去，同盟军的枪弹制造技术应该更上一个台阶了。第三，既然贿赂瓦联军需要6亿缅元，那为什么要筹集10亿呢？多数的4亿又会进谁的口袋呢？或者全部都会被缅军方克扣？如果大家看过本频道之前节目，就知道缅军及其盟友博欧民团组织在巧立名目向老百姓伸手要钱方面已经是惯犯了。就在3个月前，缅军和博欧民团向博欧自治区强行招兵，并且要求当地居民缴纳每间房子8.5万缅币的税收，说需要用钱来保护所属村庄。对于当地贫苦的百姓来说，简直是抢劫。也许是为了回应缅军方的信口开河，同盟军腊戌前线已经拿下了腊戌郊区的南邦，切断了缅军通往蒙牙、当阳的交通。腊戌已经被4面合围，传言北善邦军与瓦联军的部队也参与了对腊戌的袭击。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本频道将持续关注，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